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老李头测评啊！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热乎的 Hot Toys，今天18号啊，刚刚会展上发售的这一个日本限定的入魔安纳金啊，虽然说是日本限定，但实际上国内也会上啊，包括大陆、香港啊都会上。但是区别呢，应该就是包装盒。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盒的入魔的这个包装盒，我觉得比普通版帅一点。这边然后有个标志，很有感觉，封面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侧面啊，迪士尼的标志，然后它的编号 DX47AE。OK， 反面厂商啊，一个往上抽拉的一个盒子。抽开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包装了，啊，很帅。这个包装确实啊，比之前普通版的要帅很多。背面，好，然后里面呢又是抽拉式的啊，抽开了以后，我再一个个拿啊，抽开来了以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包装了，啊，这张峰会很漂亮。啊，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应该是拿着实物来拍的一个，就是大货来拍的一个官图啊，但是这个比你到手的帅很多啊，特别是这个头发，这个看上去很干净，但是实物的话还是胶有点多。抽开来了以后，哎，可以看到啊，本次跟普通版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配件，这个配件好家伙，我跟你说，它还不是塑料，又是一个纸片。通过这个卡扣去卡的啊，你可以随意放在任何地台上啊，不是专门只能放在它上。啊，一个帝国的标志。好，然后内部就还是这样的一个，跟普通版一样，主体头雕，对吧？抽开，啊，是这个主体呢也是跟普通版没有任何的区别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配件啊，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地台也是一样的啊，它应该也不能发光，我没拿出来啊。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主体跟头雕我装在一起，让大家来看一下。OK， 主体跟头雕呢，我们就已经拿出来了啊。这个主体跟普通版没区别啊。这个头可以看一下。这盒子在下面啊，Anakin Skywalker 是跟普通版不一样啊。打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啊。我现在打了这个镜头有一个补光灯啊，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可以啊。它怎么说呢？我现在手上没有普通版，在家里没办法做区别啊，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眼睛就非常的明显，跟普通版啊，因为它入魔的眼球它比较大啊，所以你看上去它这个眼睛很协调啊，不像普通版你就看上去它的眼睛特别大，像大眼仔一样的，比较奇怪。但这颗头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啊，而且它的直发比反正我手上这个普通版的话呢，直发是挺炸的，但这个就很丝滑，特别是刘海部分。你肉眼看，或者是你自己拿出实物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直发。但是普通版的话，你刚拿出来或者远看，你感觉哦，好家伙，这不是一个胶发吗？啊，对吧？打开方式也是一样啊，去拧着这一个旋转，哎，旋转到后面了以后，拔出来啊，它是有个卡扣的，不能硬拔啊。拔下来了以后，这个头雕就这样。我觉得就是嘴巴上面啊，因为啊演员本人有点地包天啊，所以他这个嘴型的话，就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啊。我觉得 HT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也是没有理解啊。虽然说他可能是想做的凶一点啊，但是这样就不好看。我觉得入魔的这个眼睛，你把眉头稍微皱得更凶一点，然后直接做闭嘴的就行了嘛，对不对？跟普通版一样，对吧？ OK， 然后我们去插上头雕来看一下啊，
头要插上去，也是一个滑槽啊，要按对一点啊，哎，咔嚓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近距离的看一下，装上了以后，看一下这个感觉。啊，现在这视频里面你感觉好像脖子跟脸有点色差啊，但实物的话呢，也有点色差，不是完全没有啊，因为它这个素体应该是一个跟普通版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它这个面雕的话会稍微显得暗，皮肤暗，没有普通版的那么白啊，所以看上去呢会有一点点小奇怪啊。整体的效果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啊。如果让我做对比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入模的更加帅一点啊。而且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实物比视频或者是比我刚刚直播的画面来说呢，都是好一点的啊，实物还是好一点。但是唯一的差别呢，就是你拿到实物你会发现它的地包天有点明显啊，就这样就比较奇怪了。OK， 然后可动方面一样啊，它这个脖子也是有2段式的啊，可以再往下按一点啊，但是你去做可动的时候，你当心把这个直发给弄乱了啊，弄乱的话会有点麻烦。可动还是一样，左右几乎是没有的啊，但是上下前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这个头啊比较容易松啊，你如果没卡紧的话很容易掉啊。再来把它卡进去。OK， 然后它的衣服也不是真皮的啊，是仿皮的一个材料啊，所以时间长了呢，啊，对不对？你懂的啊。这个腰带也是，整体的效果还行啊。我觉得入模的艾纳吉还得穿上它的披风啊，等一下说配件的时候啊。大致看一下可动，好吧？关节还是非常紧啊，大致看一下。啊，里面素体还是有一张纸的保护的，你可以撕掉也可以不撕掉，无所谓。手肘一样。啊，腰部啊一般，左右是没有的啊，往后仰的话也几乎是没有。啊，往后可以。啊，手臂各方面都还是挺紧的，螃蟹手也是一样，没有，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再看一下腿，咔咔2下就差不多了，顶住了。再看一下往前踢，啊，它里面也是腿是比较粗的，摸上去，这素体没有那么瘦。前踢，啊，弯折的话，差不多这样的位置。后踢没有，几乎啊，完全没有什么后踢的一个幅度。啊，脚踝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这个鞋子啊，我觉得就你时间长了的话，还是会爆皮，真的会爆皮。啊，有条件的兄弟可以把这些东西去换成真皮啊，这样的话收藏或者是保留的话，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好吧？再整体看一下它这个直发头，还是可以啊，而且我眼神稍微调了一下，现在是往上看的。OK， 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那些跟普通版一样的配件。OK， 配件方面呢就是这么一些啊，实际上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大家比较关心的呢，肯定还是地台上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包括假肢啊，也是跟之前的一样的，同模同东西，对不对？首先我们当然只是想看一下这个，对吧？我们快速的把它看一遍。啊，这期呢比较可惜，拍不了这个同模对比啊，就是跟普通版的比较可惜，现在只能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东西拆开来了，磨砂的一个表面，对不对？它是怎么去给它站立的呢？你还得把这2个给打开，我的天呐，这2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成本非常低啊，就是你自己都可以去找一个店去把它给
做出来，就2个纸板，对不对？它还不是塑料，也不是亚克力，怎么搞？我都不看说明书都知道了。这样呗，给它架住呗。来看一下，弄反了吗？还是这样？它是可以塞进去的，应该。就大致弄一下就算了，好吧？看可以塞进去，就比较麻烦一点。真硬。好，就这样吧。调节一下，而且这个东西很容易断啊，因为是纸板的问题，你不小心捏的话就很容易断。然后去拿出它的这个地台，这地台依然啊没有灯啊，没有灯，搞了个入模也还没有给灯，我真的是服了。拖档支架架在上面，按照这样，这个还站的不是非常稳啊，稍微来看一下啊。啊，就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如果你把安纳金站上去的话，就这个样子。我真的服了，这东西太没良心了啊，非常没良心。我的天呐，没啥屌用。这个东西，我觉得顶多值个十块吧，10块都给他面子了啊，10块都给他面子的一个小纸板，你可以放在任何地台上，或者你不用地台，给它单放都行。这个地台我觉得没啥好看的，对吧？下面明文标志啊，它的名字啊，其他东西都差不多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看一下那个披风去哪了？还有一个披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啊。对，披风穿上，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来看看，入模必须得有披风啊。你说普通的那一个都无所谓，它打架的时候对吧？但它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披风跟普通版也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区别啊，大家不用想着这个入模价格，对吧？官价就日本的这个价格3300多的一个价格，跟普通版有些不同，那不会啊。手要稍微调一下啊，现在有点螃蟹手啊，这帽兜我穿不来，就只能这个样子。稍微调一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这个人不大会打理这些东西啊。头稍微调一下啊，穿上了以后就大致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如果是披上帽子，对不对？自己稍微调一下眼神，然后再往下低一点，这个样子很帅啊。稍微调一下，但这个帽子如果你不去打理的话，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挺好的，应该一弄就全散了啊。可以去把腰带拆了以后，自己再重新打理一下。我觉得安纳金这个版本的话，如果还是穿着披风的话，会帅一点。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差不多就这么一点东西。我觉得你说让我去推荐的话，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头，比普通版的看上去顺眼一点。当然除了嘴型啊，如果它是个闭眼的嘴型的话呢，闭嘴的那个嘴型的话，那就是更牛逼了。现在的话也就它这个烟熏妆肤色不同，然后眼球不同啊。直发的话呢，它应该出厂的时候这个打理的会更好一点啊，比普通的。其他的话就一般了啊。唯一比较垃圾的东西呢，就依然是这个小纸板，其他没什么毛病。但是现在闲鱼上这个7000多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啊，大家可以等一等，等到内地跟香港都上了以后呢，再看看这个价格。如果这个东西涨了，那相对来说普通版会稍微跌一点啊，到时候你可以实在不行的话就买个普通版。然后把普通版的这个眼球去拔掉，去换成达斯摩尔的，这样的话也是看上去不错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性价比呢会稍微的高一点，只要花小钱，对不对？不像这个你7000多什么概念，可以去买 InArt 的那个杰昆小丑了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啊，我也是因为要拍测评啊，所以就搞了这个，对吧？OK， 本期老李头视频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入魔安纳金啊，日本限定版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OK，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